这是一个爱的循环，生生不息的感人故事。故事是这样的：一如往常熙来人往的街道，一阵惊天动地的吼骂声惊醒各自为政的众人。一位瘦小的男孩普拉正被一位妇人大声地指责：你给我过来！你这小偷，你偷了什么？哎呀，你偷这些要做什么？快回答我！这位妇女用力地拍打普拉的头，叫骂声不绝于耳。普拉害怕地一直蜷缩着瘦小的身躯，他弱弱地发出如蚊子般的细小声音，断断续续语带哽咽地说：这是要给我妈妈的药，她生病了。这位妇女还是不停地责骂着普拉，好像没听到普拉的解释。这时一个卖早点的大叔走过来，等一下，并询问普拉：你妈妈生病了吗？普拉面带惊恐的点点头：是的，我妈妈生病了，我需要这些药品。大叔仔细听完普拉的话，便拿出钱给妇人，帮普拉付完药钱，还回头对着女儿小芳喊着：小芳啊，拿包蔬菜汤过来。女儿小芳心里想着，这就是我爸爸，都不知道是第几次出面帮助别人解决问题。虽然心里嘀咕，却还是遵照父命，把蔬菜汤拿过来，并将蔬菜汤和药品打包在一起拿给了小男孩普拉。普拉张大双眼，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位大叔，怯生生地拿起这些东西，就急忙地跑回家了。喧嚣的街道，人群渐渐散去，又是一如往常般，大家继续忙碌着。春去秋来，转眼过了30个年头，大叔和女儿小芳还是在经营着卖早点的小店。大叔还是不改古道热肠，继续做着善事。这时一位乞丐走过来，双手合着掌，对着大叔讨要食物。大叔便把食物装袋递给了乞丐：来，这个给您。然后回头对女儿小芳说：好了，下一单是什么？语音刚落，大叔突然一阵晕眩，砰一声倒了下去，现场物品散落一地。爸，你怎么了？小芳赶忙把父亲送到医院做紧急抢救。到了医院，院方通知病患脑部疾病，必须尽快动刀，才能将患者抢救回来。但是当小芳看着高额医药费账单79万2千元，顿时一阵天旋地转。高额医药费她实在无能为力，不断打电话向亲朋好友求救，却都没有结果。一个人呆坐在家里，难过又无奈。次日，他来到主治医生普拉办公室，想了解父亲的情况。普拉医生问了他许多问题，说明要紧急救治才能救活他父亲。小芳无奈沉默着点头。小芳离开普拉办公室后，普拉医生盯着小芳离开的背影，并看着账单良久，陷入深思中。另一边，小芳为了支付高昂的医药费，只能无奈地把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出售。第二天，当小芳睡在父亲病床前，醒来时再次看见父亲的医药费账单，无奈的悲伤涌现心头。哇，是眼花吗？当小芳定眼仔细一看，医药费账单上的数字是0，并看到后面写30年前已付医药费，3包止痛药，1包菜汤，献上最诚挚的祝福。后面签名是普拉医生。小芳呆愣在那里，看着病床上的父亲，小芳此刻已是热泪盈眶。多年前那位被父亲帮助过的孩子，此刻正医治着父亲，并且付清了医疗费。小芳回忆着当时的点点滴滴，
仿佛一场梦般，笑容慢慢凝结在他泪湿的脸庞，爱的循环生生不息。当年的善良与慈悲，今又回到了身边。音乐用心是能看得见的，这是一个动人的音乐故事。一位聋哑的音乐家，用他那破损的小提琴，拉出那动人的乐章，让所有人沉浸在旋律中，心灵仿佛进入音乐中的世界，看到音乐呈现的境界，